但如果这间在我来操作会变成怎么样？我会把它买下来先说不是我买的那我只是乱想，我就说我要讲干话了嘛那我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怎么样？我把那个中华电信的网络拉一拉然后把每个房间每个角度我就是布满那个 camera。现在的那个摄影机可以手机就可以看，然后还高清你还可以讲话嘞，对不对你讲话呢里面也会响然后你可以左右调它，然后放大缩小这样，然后我就会去布满这个东西每个房间，反正它是深浅的样子嘛，然后怎么样就开一个 YouTube 频道24小时直播，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然后持有 3.5 年就直播 3.5 年就这样了，然后也不租人也不进去，就让他自己在里面这样直播干嘛？而且现在很厉害啊，现在还有那个有人移动他会做一个清单给你，知道你打开手机 app 几点几分几秒有人移动，你把它点开来看，他就来拍灵动啊。这个灵动不是那个台湾抖音超多什么废墟探险也是要看灵动啊。自产凶宅能做到年投报率 10% 吗？先说结论，只要你心理上能接受，凶宅你敢买你还是去买啊，因为都合法嘛，而且高投报还是会有的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铁高雄机场要变身成全台最大的亲子游乐园区那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自产可以买凶宅吗？那这次我们来讲凶宅。内政部对凶宅的认定是事故屋第一个自然身故不算凶宅就是家中如果长辈过世或是长辈要求说最后临终的时候要从医院回到家里面断气度过最后的时光的这种，这个都不算因为它是自然身故。事故就是非自然身故，那不算的话就不需要记载在不动产说明书跟那个誊本上然后再来比较容易有争议的是租客跳楼，因为那个凶杀还是失火啊那个很明白嘛，那个就是事故屋凶宅这样。那租客跳楼嘞判断是这样就是一开始跳楼的地方跟最后断气这不是他住的那间房是一开始跳楼的地方，那会被认为是事故屋凶宅。例如说租客是住在5楼，可是他就搭电梯去顶楼10楼往下跳，中间穿过3楼的遮雨棚，掉在2楼的露台。好，你看刚刚提到了5楼、10楼、3楼、2楼5楼是他租的，10楼是顶楼往下跳，3楼是遮雨棚被穿过被弄破穿过，那2楼是露台。好，哪个是凶宅，哪个是事故？来猜猜看。我跟你讲现在法定叫做10楼跟2楼，那5楼反而不是呢那10楼他从10楼跳，刚刚我那个讲表示的也不精准因为通常会是叫顶楼嘛，顶楼也就是大家什么晒衣场那种地方。我刚刚讲的10楼是指说他跑到人家10楼里面去打开人家呢，就不会有这种事嘛。好，那他从10楼往下跳，好，往下跳会变成什么？往下跳会变成说他那个晒衣场他没有门牌所以就不会有这一户被登载成事故。如果有，也是管委会的权状这样。好，那就变成2楼露台户，就这样子他住5楼，所以5楼是并不是这样。那他跳楼的位置跟最后落地的地方，好，那他本来住的5楼中间穿过了3楼，其实都不算那然后你要知道，买到凶宅可以索赔吗？现在这种事情真的很少见，因为房仲那个有牌子的房仲，他一定会做一次产调那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卖方故意隐瞒，然后房仲代书也都没有发现状况的话，你可以在发现后6个月之内主张解除契约，或是要求卖方减少售价或原价买回等等，来降低你的损失，甚至是要求对方进行损害赔偿。但是你是要能够举证说这间真的就是事故屋凶宅，然后你们没讲，你们骗我这样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交易。好，那很常见的状况会是怎么样以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那就是你刚好买到这间的5楼然后你的租客5楼的租客他跑到顶楼晒衣场往下跳，所以5楼它并不会被标记成事故屋，所以房仲跟屋主他可以不告知你，因为这是合法的，他就不是嘛，法律上他是站得住脚的。那顶多就是人家会说这间屋子怎么样，气场不好，风水不好，所以会导致这种憾事发生那如果你害怕的话，民间有一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有一个台湾凶宅网，手机app也有，叫做凶宅地图那如果你没有付钱的话，那你就是看广告这样那就看一下，他会去找那个凶案的新闻然后把那个就地图都插上去这样，
然后它不只是房子哦，它连那个道路旁边哦发生匪徒逃逸，然后被警察拦下来那边开枪，结果匪徒受伤中弹，在路边挂掉。他那个路边他也是插一个那个，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我没事都会看哦。好啊，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啊，就是高雄大家传言很盛行的那个什么猛鬼大楼，其实它根本没几个凶案，好不好？然后隔壁对面那个凶案才比较多啊，结果人家都没事哦，消息有压有差。那另外我也提醒一下，我们前面在讲说事故屋凶宅哦，它是需要记载在不动产说明书上。那现在的规定是第一手要注记，所以这间房子之前有被换手过啊，就会被涂销掉哦，就可以合法的不用再标示是事故屋了。最后你要知道，买凶宅置产可行吗？那最后我们就来聊，你可不可以买凶宅来置产收租这样？先说结论我认为没有不行，但我不建议。这个我的立场我很明白的告诉你，我也不会说我都跟你讲不建议，就我自己跑去买市场中那么多清清白白的物件，你是怎样？你要去做凶宅？你真的有本事去处理凶宅，你有办法去处理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的话，你为什么不直接就凶一点？你直接去做三拍法拍不点交算了？那凶宅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就是它很便宜啊。那以现在市价来说的话，应该6到7折。你说它6折以下，半价买，屋主也不卖因为市场中有专攻那个凶宅的流派，真的有那就是看你自己心理上能不能接受。那你看一间房子取得的总价低啊，租金差不多啊，投报不就高人家是看这种来做这种的，那就看真的是看你心理上能不能接受。我一样我的立场是不建议我知道有非常多的人有心理洁癖，觉得说我的名字那下面挂一间凶宅啊，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自己的气运不好，怎样怎样的，那你就不要去嘛，对啊。那我有听过一个做法，我分享给你就是说凶宅 OK 好，然后他就买了以后做隔套，然后把发生事情的那一间可能是那个主卧的浴缸，好，那他主卧整个就不要了把它封起来，直接当仓库不出租。那因为总价比较低嘛，你又做隔套嘛，所以是有机会投报率可以拉到非常夸张的高，可能到 8%、10%、12%，这个我都听过，我都在高雄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剧本那有一句话叫穷比鬼更可怕啦，所以我知道市场中还是会有那种因为宗教信仰他就觉得没差，比方说基督教的其实很猛这很猛他们4楼没差他们反而忌讳的那个13楼，然后跟那个66的那个车位号，反正就这样666之类的。然后他们对于那个台湾的事故凶宅，他们就还好，就凶宅没有不能买，但我不建议，因为市场中现在就还那么多清清白白的物件，又不是说极端变态的台北市，你在等那个社区等了可能4、5年然后现在好不容易释出一间啊，结果那间是事故，那怎么办？那就是看你的需求嘛，那要买还是只能买了，因为它要便宜，它要是你要的社区，我们高雄就还没有那么变态啊，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凶宅这个没什么好谈的，就被问然后我再来讲这一集这样。我的立场是我不建议去做凶宅啊，我当然也知道台湾的凶宅越来越多嘛，那个哪块土地不死人以前那个商权械斗的时候多的是，那乱葬岗或什么的。那现在接下来你看台湾的30年以上老屋已经占比超过 50% 了，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未来哪间房子不死人？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迟早会面对，但就还不是现在嘛。现在就还有一堆清清白白的房子，你是怎样你要去做凶宅？所以你那个凶宅事故的事情就不要来问我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
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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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已经有观众有遇到，他就是隔套楼主，但那个也不叫隔套，好像是透天嘛，1、2、3楼，然后就因为他的那个是外梯然后就租给就里面就有1层的租客发生事要被抬出去，当然问我怎么办。当你遇到这种，那你就当做你中了房地产的天灾，叫做事故屋。因为租客看起来都好好的都没事可是他有一天感情受挫还是怎么样，还是突然或是在家里怎样意外喝酒喝太多，然后吃安眠药，然后怎样突然那中了就中了。你说中了要怎么办？我跟你讲，你就被打一个标签，那你就被打事故的标签，你就是要便宜卖了，就这样，遇到了就是遇到了就这样。凶宅我也处理过我帮我朋友处理很夸张的事情，然后也是美术资金处理的，那处理的都很公平道义，就是直接讲说这件就是事故，这件就是标标准准的事，那你能接受你再来。我跟你说，外面的中介我听到大部分都是会隐匿，那我跟你讲，你真遇到的时候不要隐匿，你就是清清白白的堂堂正正说这间就是事故屋，就这样那还敢跟你约看房子的人，我跟你讲，他们都有剧本能处理，他们都很厉害，那很厉害，可能就是说塞工或是什么的资源他们都有，他们根本不怕，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房地产中的这个要怎么讲？黑天鹅事件，你遇到你就是遇到这东西无法防御。你挑租客，你挑的再好，一个大医院的护理师，难道你要去跟人家合八字？你要去跟人家看他交友状况，你要让他提供良民证，都一样。他可能情感受挫，然后一时想不开，就会发生憾事。遇到这种情况，中了就是中了。老实说，这没有什么解法，我也不建议你去搞什么凶宅漂白，这种转手涂销，这没什么好弄的。遇到就遇到了，你真的要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房子不够多，真的，如果你现在有5、6、7、8户捏在手上其中一户不小心就发生了这个憾事，我跟你讲，你会认为还好，怕的就是说中产阶级夫妻一户在自住，然后另一户自产，一个自己拿来住，一个拿来做增值，就增值那一件，他就全部就额外就只有这间房子，他当然会很紧张，就很放大这些事情。那我的判断是就不用了，没差就房子不够多，你房子多一点点，也不用到很多，什么10几20间不用，你大概3、5间之后，那真的遇到就遇到了就是你的运气不好，那你就遇到我们这个房地产中几乎无解的事情，遇到就遇到了，只要你房子比较多，那就解得掉。然后我开始讲干话了之前我们就被爆一户凶宅，
然后那个凶宅就是跳楼，他也不是跑到顶楼跳，他就是直接就该户就直接跳下去了。好，然后在卖房都会写嘛，中介他们不会直接写凶宅，不会这样，他们都写有故事的房子。我想你应该也看过，你那个房地产熟的话，你就划有故事的房子是事故屋了哦，就这样。好，然后一看一下，看他的照片，哇，生前的样子，就是一时想不开，想不会有谁哦，就是都整理好、打扫的好好的，他顶多留遗书而已哦，他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回归到样品屋，然后才跳，不会啦，情绪起来就起来了。OK， 他是跳哦，然后还是烧炭啊，我都忘了。好，总之就是生前的样子，那个生前的样子哦，非常生前的样子哦，包含他的椅子上还挂了一件外套哦，就这样哦，就这么的有生活感。这打开房门哦，就会让你觉得说，我是没去看哦。因为我爸妈叫我不要去看，那个怕那个气场或影响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像那个主人哦，临时出去买便当，就这样哦，就这样生前样子啊，就要卖。后来也是被一个敢吃的投资客吃掉了。好，我们那时候在讲干话哦，就说哇，那这间要怎么办？我问你哦，灵魂拷问哦，你买凶宅来出租，你睡得好吗？对不对？你会那么诚实的跟租客讲说，这件是凶宅哦，按那间以前那个屋主在浴缸怎样怎样意外身故，所以你们不要进去。你会讲吗？我200%，我说你不会讲，不然你就是甩给代租代管，代租代管就帮你隐瞒，就这样。我就不想要干这种事，你知道？所以我们乱讲然后想了另一个东西，就是好啊，那现金把它吃下。我跟你讲，凶宅是这样，就是屋主很急啦，6神无主啦，遇到这个事情啊，怎么办？然后凶宅流派就会出去，然后现金买就因为你现金买这个就过户而已，这是最快的方式，房地产买卖中最快的方式，等待天数最少。然后6神无主的情况之下，你喊一个价，他很可能都会马上答应。好，总之就是说，我那时候想到，就是我就不愿意又出租去干嘛？去拿那个租金，然后不跟租客讲这件事事故屋嘛？这件事情怎样合不合法？合法，因为你出租你不需要告诉租客这件事情是合法，可是我心理上过意不去那我们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但如果这间在我来操作会变成怎么样？我会把它买下来先说不是我买的那我只是乱想，我就说我要讲干话了嘛那我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怎么样？我把那个中华电信的网络拉一拉然后把每个房间每个角度我就是布满那个 camera。现在的那个摄影机可以手机就可以看，然后还高清呢，你还可以讲话嘞，对不对你讲话呢里面也会响，然后你可以左右调它，然后放大缩小这样，然后我就会去布满这个东西每个房间，反正它是生前的样子嘛，然后怎么样就开一个 YouTube 频道24小时直播，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然后持有3年5年就直播3年5年就这样了，然后也不租人也不进去，就让他自己在里面这样直播干嘛？而且现在很厉害啊，现在还有那个有人移动他会做一个清单给你，知道？你打开手机 app 几点几分几秒有人移动，你把它点开来看，他就来拍灵动啊。这个灵动不是那个台湾抖音超多什么废墟探险也是要看灵动啊，对不对？那个晚安小鸡就被抓了嘛，他被抓，现在被关在国外就关在国外。总之就是说这东西有流量有市场。那我们就反过来就不出租了，那就来拍灵动 ，OK？ 那拍那个灵动怎么样就来赚抖内不然嘞我想我大概就是，反正我不愿意就骗那个租客说这个都没事怎么样的，还要能够生财，大概就是用这个方式。然后为什么市场中有人那么敢去做凶宅？他们也不是坏人因为这个我听我前辈讲过，就是说这个我分享给你，就是说那个佛教道教还好佛教有你在路上开车到比较乡下的地方，你有看过什么东西叫精舍，对不对？就精神的精，然后那个宿舍的舍，精舍。精舍是好像道场一样的东西，然后会供养师父，那个师父就是学佛，然后就很多信徒来供养那些信徒那个身家都深不可测，就中小企业老板或是怎样的就会固定抖内就对了。好，那他们那种单位会怎么样？会来市区买房子然后他们买凶宅，他们没有关系，但也有要贷款的，因为那个钱很多。好，就现金买一间，以高雄来说都是几百而已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怎么样？就让师傅住，不是要害那个师傅，是师傅在市区的宿舍，然后会换来换去的，就是说他们之间那个金色跟金色之间的交流很多嘛，所以可能会有2个师傅来这边住2个礼拜，主持一个什么法事。然后做完了以后回去，反正就当一个公用流通的宿舍就对了，然后全部都是佛家之人，他们根本不怕，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背后有这种资源那凶宅剧本就跟你有关那你就可以去做。那你做这个东西，你也没有要害人的意思，你就是来做一个市区的宿舍。我想说，真的假的就真的就遇过了。我在凤山那边有一个电梯大楼
哦。那说就是这样，然后他还能取得一个效果，就是师傅住2年了哦，师傅住3年了哦，所以这个以前是事故啊，都被净化过了。讲法是这样，那真的要我去做事故屋，我说真的还完全不是时候。我也知道有赚头啊，我也知道怎么赚，但我就不想要去摸市场中那么多清清白白的房子，你是怎样要被逼的要去做这个事故屋？你背后又没有塞工哦，你背后又没有金色哦，你又没有办法说就现金吃，然后赶快解救那个6神无主的屋主，那你又不敢直接跟租客讲说哦这是事故怎样的、啊，那我会说这件事情就跟我们无关，你知道，这就给艺高人胆大的人去做就好了。所以事故屋啊，没有什么好做的，顶多就是开直播收抖内吧，大概就是这样。